人们仅仅知道的是病毒还在肆虐，疫情将被铭刻在历史，这是有人类以来的所有灾难中的最大的一个。Hello， 大家好，这里是飘飘飘哥。我们近期会以预言未解之谜的形式给大家播报疫情的最新进展。现在世界的局势可谓是国内人人安康，国外人心惶惶。如今不仅仅是人心惶惶，而是看到了全世界的变种肆虐，让人感到恐惧。首先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数据。今天从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数据更新来看，已经有 1.44 亿人感染，超过300万人死亡。疫情来势汹汹，势头不减。看一下世界卫生组织的图片，第一波、第二波、第三波，从2月16日第4波疫情已经开始，这个势头还在继续。从图上看，我们曾经说过，这个第4波就是印度神童阿比亚所讲的第2大波。印度神童说的 Super Bug 超级细菌正在上演当中。看看现在的被疫情闹得沸沸扬扬的印度，我们看一下屏幕。根据 Al Jazeera 新闻报道，印度24小时内新增的案例超过30万，死亡人数超过2100人，已经超过巴西，成为全球第2大疫情感染国。前段时间的大壶节也叫圣水沐浴节，人们没有或忽略了任何的防护措施，来到了恒河里进行洗澡朝拜，这也成了疫情扩大的根源之一。看一下视频。 But critics are also asking why religious festivals and political rallies that are fueling cases as participants return to cities like Delhi are still being allowed to go ahead. 这样的人山人海，没有口罩，没有防护，这就成了病毒的温床，而且双重变种也就形成了。庄心妍的歌曲《痒》说的是来呀，快活啊，反正有大把的时光，来呀，爱情啊，反正有大把的欲望。这成了不是人和人之间的召唤，这成了变种之间的召唤。 Oh my god， 嗷嗷狠。根据 BBC 中文网报道，印度克拉拉邦新冠病毒特别工作组成员法瑟胡丁表示，这一激增并不完全出乎意料。今年1月，每日感染人数从去年9月份的高峰9万人降到了不足2万人。印度随后放松了警惕，大型的宗教集会、大多数公共场所重新开放，以及拥挤的选举集会被认为是造成病例数上升的原因。法萨胡丁认为，2月份曾经出现过警示，但是我们没有统一行动。根据 DW 报道，而现在的印度医疗资源匮乏，床位根本不够用，很多的病人都是挤在一个床位上，这哪里还能够做得到隔离呢？根据印度电台报道，我们看一下截屏。उनको ऑक्सीजन कैसे मिलेगा? अगर आप सारा अस्पताल में भेजे दे रहे हैं तो घर में जो लोग हैं जो यहाँ लाइन लगाए हुए हैं उनको कैसे मिलेगा? वो किसके भरोसे रहेंगे? यहाँ प्रशासन जो बैठा हुआ है, जो पुलिस तैनात है, उनसे बात करो तो कह रहे हो नोडल से बात करो, इनसे बात करो, उनसे बात करो, हमसे नहीं बात करो। 还有就是氧气的严重不足，很多人拿着氧气瓶在等待着氧气的发放或者是供应，这也是印度的一个非常奇葩的现象。更有甚者，甚至有人为了能够拿到疫苗，不惜代价的做贼，夜间到医院去偷疫苗，各种奇葩的事件不断的发生。看一下印度电台的一段监控视频。जिसने जिला अस्पताल से वैक्सीन की 1700 डोज चुरा ली थी अनजाने में, लेकिन बाद में जब उसे पता चला कि चुराए गए सामान में वैक्सीन्स भी हैं, तो इस चोर ने इंसानियत दिखाते हुए ये वैक्सीन एक चाय की दुकान पर छोड़ दी और अपने हाथ से एक नोट लिखकर छोड़ दिया जिसमें लिखा था, सॉरी मुझे पता नहीं था कि ये कोरोना की दवाई है। और आज दवाइयों की कालाबाजारी कर रहे लोगों को इस चोर 人们已经被疫苗折磨疯了。
另外，我们从屏幕上再放一段视频，由于大量的人员死亡，炼人炉都炼不过来了，甚至直接点起临时的火堆进行焚烧。印度举国状况不容乐观，这不就是超级病毒吗？还有比这个更为凄惨的景象吗？这种只能够在电影中或者是战争的战斗片中能够看到的人死的堆积如山的景象，在现在和平的社会当中也出现了。有人说印度神童过时了，他没有预言对，没有预言准确，但是看看现今的状况，看看他上次的预言，我们或许应该讲一切的进行还在他所讲的预言的范围之上发展着。我们简单的回顾一下印度神童所讲的。他说，让我们来看一下到底发生了什么。据我分析，这可能主要是政府会出现问题，因为我们现在看到的星体合相的特点，它可以是不同国家的任何政府。我在以前的视频当中也已经谈到了这一点，因此让我们来看许多其他类似的信息。首先，我认为疫苗是非常可怕的，原因之一是疫苗中使用了胎牛血清，而根据我们的《吠陀经》的首卷的说法，我们杀死了母牛，然后用它的鲜血。根据主要的医学网站，并且也是根据主流媒体，在屠宰牛后将用牛的血清来开发和研制疫苗。最近还有报道，竟然采用新生牛犊的血液来研制和开发疫苗。这实际上是来自印度主要的新闻网 Print.Inc。而且也就是说，今天在印度的疫苗是使用牛血清和胎牛血清制造出来的。这是马哈帕帕，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负面业力。参加该特定疫苗接种计划的每一个人，包括接受该疫苗的人、注射该疫苗的人、出售该疫苗的人，整个的供应链中的每一个人都将受到业力法则的严重影响。业力法则就是自然法则，这就是我所相信的。这是印度神童在1月23日的视频当中所讲的。大家都认为这个印度神童不准啦。最近我也听到了好多这样的言论，没有关系，信者恒信，不信者恒不信，咱们也不用劝。但是现在的疫情状况在印度大面积蔓延，这不正是业力的体现吗？而印度神童提到政府会出问题，这也是现在很多媒体分析的，印度政府没有落实好对疫情的防范。从神秘界的角度，或许病毒有着深度的面纱，这一切就在发生。就像我们曾经在宇宙大一统公式当中所分析的，病毒一个72维度的体，我们用3维世界的思维确实是很难控制，而刻舟求剑的疫苗也显得极为苍白。看看现在的变种接连不断，现在的 B1617 就是在印度大面积传播的主要变种，也成为双变种。根据维基百科，这个双变种是指 E484Q 与 L452R 共同存在于一个新的变体当中，使得其结合力和亲和力更强，并且具有更好的逃避宿主免疫系统的能力。现在的人们陷入了一个谜团，科学解释不清的谜团。变种从来没有停止过，而且愈演愈烈。现在加拿大、美国都出现了这种变体病毒。根据 City News 的报道，迪娜·辛绍加拿大的医生他说，我们已经在丹麦确认了 B1617 的变体已经在加拿大阿尔伯塔省出现。这个变种曾经在加利福尼亚发现过，这也是在印度迅速传播的重要推手。辛绍继续讲，由于有关这种变种的信息很少，因此现在还无法知道疫苗是否能够有效地抵抗这种突变。周三，碧溪省确认了39例 B1617 的变种，同时魁北克也发现了同样的变种。为了应对日益增长的担忧，加拿大政府周四宣布对印度和巴基斯坦的客运航班实行30天的禁令，这也是继英国首相强生和日本首相菅义伟取消和印度会晤之后的又一国家提出了禁令。
而且这种禁令在其他国家之间还在发生着。咱们再简单的捋一下近期的变种情况：英国变种 B117， 南非变种 B1351， 巴西的 P1 变种，日本变种，纽约变种，洛杉矶变种，菲律宾的巴西3代变种，现在又有了印度的双重变种。这些引起人们注意的变种是几千个变种中的一部分。变种到底还要走多远，真的没有人知道。虽然印度神童给出了业力警告，诺查丹马斯的更吓人的2021僵尸启示录，但人们更是期待着能有一个有效的解决办法，或者有人说外星人会出手相救，或者说病毒会自己消失。这次疫情将要把人类带往何方，到如今没人知道。人们仅仅知道的是病毒还在肆虐，疫情将被铭刻在历史。这是有人类以来的所有灾难中的最大的一个，没有之一，而且还在延续。大家认为外星人会出手相救吗？大家认为疫情会自己消失吗？大家认为疫苗能抵得过变种吗？好的，今天就先飘到这里。独在异乡为一课，每逢孤独看飘哥。疫情期间，祝愿大家平安。